Hello，兄弟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说起比特币，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真正懂它的人的话可能不多。那它不仅仅是一个虚拟货币，那背后的话还藏着一套比较复杂而精妙的一个系统。那很多人投资加密货币，那其实对这些基础的概念的话还是一知半解。但别担心，那今天我就用最通俗易懂的方法带你走进比特币的世界。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几个比较关键的词。公钥、私钥、钱包、区块链、挖矿，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啊，其实理解起来的话并不难啊。想象一下，公钥就像你的银行的钥匙啊，可以公开给别人，谁都不能告诉。钱包顾名思义啊，就是装这些密钥和比特币的一个地方，需要安全又方便。那区块链就是记录所有比特币交易的一个大账本，公开透明啊，无法篡改。至于挖矿，简单来说就是解决复杂的数学难题，以此获得比特币奖励的一个过程。那本期视频呢，用最接地气的一个语言，让你一听就懂，那不需要任何高深的一个技术背景。那说的比特币这一切的起点，那可以追溯到一个神秘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中本聪。2008年，他发布了比特币的白皮书，至今的话，他的身份的话都是个谜。传统的金融系统里面的话，转账的话必须要靠银行这些中间人，但是比特币不一样，用软件技术绕过了这些中间的环节，实现了点对点的一个直接的交易。想象一下，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网络，就能轻松的转账。那没有高额的一个手续费，没有复杂的一个流程，那是不是很酷？那比特币的一个妙处就在于，它设计了一套全新的交易机制，彻底摆脱了传统金融体系对中间人的依赖。因为在发达国家，转账或许是一个比较轻松便捷的事情，但对于全球许多国家的人们来说，国际汇款或者说跨境汇款都是非常费时费力又昂贵的一个难题。如果说你想把钱转到国外，或者说想把钱转到国内，金额小的话可能还比较方便，一旦金额比较大的话，操作起来非常的麻烦，流程非常多，而且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也非常长。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比特币的话它就应运而生。无论你身在哪个地方，只要有网络，就能够实现及时的、低成本的、无需审批的跨境转账，彻底打破了地域和制度的一个限制。所以别看比特币只是屏幕上的一个数字它白夜后承载的是对金融自由或者说全球互联网的无限的一个憧憬，解决如何在不依赖中央银行的情况下，保证每一位用户的比特币的余额准确无误且值得信赖的一个问题。比特币设计了一套精妙绝伦的一条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就在于分布式账本技术。每个运行比特币软件的计算机，也就是我们的节点，都保存着一份完整且实时更新的一个交易记录。这些记录从比特币诞生之初到今天，无一遗漏。想象一下，这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游戏。每个玩家，也就是节点，都拥有一套相同的账本，记录着每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流转的情况。每当有新的交易发生的时候这笔交易的话就会被发送到网络当中的每一个节点进行一个验证。只有当足够多的节点确认这笔交易是真实有效的时候，它才会被增加到每个节点的账本中。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共识的一个机制。每隔大约10分钟这些经过验证的交易会打包成一个新的区块，并附加到之前形成的区块链上面，形成一个不断增加的一个链条。每个区块的话都包含了一个独特的指纹，叫做一个哈希值。这个哈希值的话，不仅代表了区块内的一个交易的信息，它还与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难以篡改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如果有人试图篡改某个区块上的一个交易，那么该区块的哈希值都会随之变化。进而导致我们整个区块链的一个断裂。更重要的是，由于后续的所有区块的一个哈希值都是基于前一个区块链计算得出来的所以一旦某个区块被篡改，那后续所有的区块都需要重新计算哈希值，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此外，比特币网络它还涉及了一种叫做工作证明的一个机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挖矿。
以确保新的区块的创建是公平而且是难以被恶意篡改。只有那些成功解决了复杂数学难题的矿工，才能将新的区块增加到区块链上面并获得一定比例的一个比特币奖励。那这种机制的话，进一步增加了篡改区块链上面的一个难度因为攻击者他需要同时控制全球51%的算力，才能有效的篡改区块链上面的一个值。那这种能力的话，几乎不可能实现。接下来我们说下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挖矿。在比特币的网络中有非常多的一个电脑这些电脑的话，不仅是可以维护我们交易记录上的一个卫士，还是一群充满激情的一个矿工他们通过一项名为挖矿的一个活动，不仅保证了我们网络的安全，还推动了我们整个比特币的创造和流通简单的说，挖矿就是节点的电脑参与一场数学竞赛他们不断的努力的计算着一个区块的一个特定值这个值的话被设计成极其难以预测。如果说一旦找到，我们验证它的一个正确性的话，却非常的简单。这就像解决了一个超级复杂的一个谜题。谜面复杂，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当谜底揭开的时候，每个人的话都能够立刻看出它的一个合理性。当某一个节点的电脑成功算出这个值的时候它就赢得了这场竞赛，同时的话也为比特币网络贡献了一个新的一个区块作为奖励，这个节点的话就会获得一定数量的一个比特币以及该区块内所有交易的一个手续费。这个就是对我们辛勤工作的一个肯定，也是激励更多的一个矿工参与挖矿的一个动力。当然，随着我们时间的一个推移，挖矿的难度的话，它会逐步的增加，因为比特币它的总量的话是有限的它总共只有2100万个。为了保持这一稀缺性，比特币的网络设定了一个奖励递减的机制，也就是说，挖矿成功的奖励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趋近于零，预计到2140年，所有的比特币的话都会被挖完。这个时候挖矿的收入的话，主要是来自于交易的一个手续费。这样的设计的话，不仅确保了比特币的稀缺性和价值的一个稳定，还促进了网络的安全还有稳定。因为挖矿需要消耗大量的一个计算机资源和电力，这使得攻击者的话很难通过一些手段来篡改网络，或者说进行一个双重支付等欺诈行为。由于比特币的一个日益普及，带动了它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手续费也随之水涨船高。可以比如说以最近1年来看，最近1年的话，去年的价格的话，一个比特币的话差不多在18万左右，今天的价格的话在42万左右一个。展望到2140年，所有的比特币挖完以后，挖矿的活动理论上的话仍将持续带来收益使用比特币的话，无需成为一个网络的节点只需要联网就可以进行一个轻松的交易比特币的运作的核心在于私钥与公钥的一个生成软件的话，首先需要创建一个私钥如同开启了宝藏的一个钥匙，能进一步生成公钥。公钥的话再转化为接收比特币的一个地址。每当有人向这个地址转账的时候，交易的话就会被记录到我们的区块链上面。地址的余额的话也会随之增加只有掌握私钥的人才能动用这个地址上的一个比特币。为了安全起见私钥的话被妥善的保管在我们的钱包里面这些钱包的话实际上是私钥的一个守护者，而非直接存放比特币的一个地方私钥的话，它是一串比较复杂的而且比较难记的数字与字母的一个组合一旦丢失的话对应的比特币便永久的失去。所以冷钱包这些安全储存方式的话备受推崇以防黑客的一个侵袭对于频繁交易的人来说的话，将加密货币存放在交易所里面的话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但是这个也有风险，这个意味着你会将你的私钥保管权的话交给了第三方虽然的话这简化了我们的管理，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前几年在2022年的时候FTAX 事件的话
那给了我们一个警示。那某些交易所的话，它可能滥用资金。那比如说之前这个 FTX， 它是2019年注册的一家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的话，它的平均交易量的话，每天的交易量都达到了140亿美元，非常的厉害。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FTX 发行的代币的话，受到一个质疑，价格的话在一天之内跌了70%。它在2022年11月12号的时候就申请了破产。所以选择一个可靠的一个交易所的话，至关的重要，特别是那些能够提供资产证明的一个交易所比如说OKX， 那我们可以来到这个 CoinMarketCap， 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来到这个网站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如果说你英文不好，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 English， 然后拉到下面一点，把它改成一个简体中文。那在这个平台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查看一些交易所的一些详细信息。那我们点开上面的一个交易所，在这里面的话，它会显示交易量比较。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可以显示交易量比较大的一些交易所，比如说我们前面的币安，我们的 OKS、OE。假如说我们打开这个币安，来到这个页面以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总资产是多少。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总资产的话，在8400亿左右。它过去24小时的交易量，它过去24小时的一个交易量在946亿左右。它的资金储备的话，大概的话是在8400亿左右，但它每天的交易量的话在941亿左右，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安全。那这里的话，你点开这里阅读全文，那你可以看到关于币安这个交易所的一些详细信息，比如说它的一个创始人名字的话叫做赵长鹏，与合一在中国创立但是这个赵长鹏他是加拿大籍的一个华裔开发者兼企业高管。那我们打开币安的一个首页相关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我们拉到最底部这右边的话有个储备金证明，那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储备金证明有什么用呢？它就可以验证币安是否可以按用户资产至少1:1的一个比例做足够的一个储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TC 它的超过的已经106，那只要超过了100%，那这个的话问题都不大。那 USDT 那是在113%。那我们还可以来 OE 来看一下。OE 的话也是一家比较大型的一个交易所。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资产储备金的一个证明，可以看到它的比特币的一个比例的话是在104%，ETH 的话以太币的话是102%，USDT 的话是106%。理论上来说，只要有100%的一个资产储备，那就意味着这个交易所能够应对任何规模的一个提现的一个需求。那它可以有效的防止类似于银行的一个挤兑的一个风险。那一旦我们的资产转化为一个加密货币，那用户便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一个交易自由无论不需要任何中间人干预通过交易所法币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美元、欧元、人民币，那你就可以轻松的转化或者说购买为加密货币。然而的话，这一个过程也伴随着监管的一个挑战，尤其是资金的一个追踪变得异常的复杂。那尤其是在使用 Mixer 的一个服务以后，那什么叫 Mixer？ 那翻译过来的话，可以理解为叫做比特币的一个混币器。它是一种隐私保护的工具，在使用比特币交易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匿名。它通过将比特币的交易混合在一起，那使得在区块链上的话难以追踪资金的一个来源还有去向。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加密货币的一个混币器，所以说正规的交易所的话，那它都会要求进行一个 KYC 的一个认证什么叫 KYC？简单一点就是理解一个实名认证以确保交易的真实性还有合规性。接下来我会详细展示怎么样将我们的法币、我们的人民币或者说美元安全的转化为加密货币。那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需要注册一个 OE。那今天我们用 OE 来进行一个演示。OE 的话，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目前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买币卖币，那你只需要有支付宝、银行卡或者微信支付，那都可以进行一个购买。
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来到欧易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先注册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欧易账户。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 Sign Up 进行一个注册，然后这里的话选择我们的国家，我可以选择中国，然后这里要勾选前面这个，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这里点击确认一下，然后的话可以输入你的邮箱地址。还有，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Gmail 邮箱进行登录都可以。我这里选择直接用 Gmail 邮箱进行登录，然后这里填入你的一个手机号，我们这里中国选择这个86啊，然后输入你的手机号码，一定要输入准确的手机号码，因为等一下收验证码啊。输好以后，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这里填入我们刚才收到的一个手机验证码，然后点击下一步，而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账号的话就已经注册成功。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实名认证。我们点击这里进行一个实名认证。然后的话，如果说你英文不好，你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可以把它调成一个简体中文啊，右上角这个图标就可以调。然后我们点击这里个人认证，点击去认证。然后这里的话需要完成身份认证，我们点击立即认证。啊，我们需要选择中国，然后这里可以选择身份证，或者说护照的话都可以。我们选择身份证，点击下一步。好，接下来我们在手机上来进行一下操作。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下载欧易的 APP。那不管你是下载欧易的 APP 还是币安的 APP， 如果说你是用的苹果手机的话，你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个 ID， 在苹果市场里面搜索是搜索不到欧易或者说币安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就需要一个美区的一个苹果 ID。 那去哪里找到美区的苹果 ID 呢？我们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苹果美区 ID 购买。那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网站，我随便点开两个给大家看一下，你都可以在里面进行购买啊，价格也不贵。看到这个网站卖的价格的话是9块钱一个 ID， 那这个网站卖的是4.9啊，4块9毛9啊一个。那你可以用支付宝付款，也可以用 USDT 付款都可以。然后这里填入你的邮箱，填入你的查询密码啊，付款成功以后的话，它会将这个苹果的 ID 发送到你的邮箱里面。接下来我们跳到手机屏幕，进一步给大家演示可以怎么样教你登录这个苹果 ID。 比如说第一步，点击我们苹果 ID 右上角这个头像，如果说你之前登录过的话，你可以拉到这个最底部先退出你的账号。第二步的话就是通过刚才购买的 ID 进行登录。第三步的话，接下来会提示使用之前的登录过的账号登录。由于我们要切换到新账号，所以我们点击这里不是谁谁谁。第四步输入账号密码，那就可以登录了，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苹果 APP， 先退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账号，让我们拉到最底部，这里退出登录，然后登录我们退出以后再登录我们新买的一个账号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我们搜索一个欧易，那这里一定要用美区的 ID， 不然的话你是搜不到的。然后这个黑色的底，然后再加4个白色的方框，这个就是欧易的一个图标，我们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打开它。这里我们点击登录啊，你可以用你的邮箱登录，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我选择最底部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这里点击继续，那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机要登录。这里是它会向你的手机发送一个验证码，我们把验证码填进来。然后的话，这里点击最下部有个稍后再说。这里我们已经登录进来了，然后继续身份认证。这里我们选择身份证，然后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开始认证。这时候的话，它需要拍摄你的一个身份证的一个照片，身份证的照片正反面都要拍一下。然后先上传我的一个正面，然后再上传我们的背面。最后的话进行一个人脸识别，它要扫你的脸，然后审核很快，一般1分钟以内就搞定这里手机端已经审核完成。接下来我们可以领取奖励，我们点击这里中间有个前往领取是实名认证以后的话有一个奖励，我们可以来领一下。然后这里注册与认证，这里点击领取奖励，然后的话它会给你一个盲盒，你可以点开一下回到我们的电脑端，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好以后的话，你就会看到身份认证成功。通过实名认证以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资产，管理，这里有个我的资产，那你可以在手机上进行购买，那你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进行购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网页版进行购买，都没有问题。在购买之前，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概念，就是 USDT。什么是 USDT 呢？
USDT 是一种被称为稳定币的一个加密货币，它的主要特点与美元的话进行一个挂钩。一个 USDT 相当于的话可以等于1美元。通俗的讲的话，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美元。那它的目的的话是保持价值的一个稳定避免像比特币、以太坊等其他加密货币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简单来说的话 ，USDT 就像是在加密世界的一个数字美元。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 ESDT， 也就是泰达币，相当于人民币7.14。购买我们的加密货币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直接进行一个买币，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进行一个充币。我先以买币为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在OE里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资产管理，点击我的资产。这里的话可以看到你的资产。如果我们要买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 C to C 买币。这里面的话有很多商家的话在进行一个卖币。我们在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成交率高、交易订单比较大的一个商家进行一个购买。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商家交易单的话在15000单。成交率的话不在99.98%，那我们就可以找这种承担率高这个承担率在99.99%，承担单数的话在5万单，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一个。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我们点击右边这个购买，然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它支持的购买方式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银行卡。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筛选。你可以筛选出支持支付宝的商家支付微信的商家、支付银行卡的一个商家它会显示出来。支付银行卡支付的商家比较少，你看这里的话只有2家支持我们支付宝和微信的商家的话就比较多。我这里选择一个支付宝，让我选择这一家承担量比较高，成交率的话也比较高。点击一个购买，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要买多少的币比如说我要买个100块钱的一个币，这的话我们会收到13.9的一个 USDT 相当于13.9美元。然后付款方式的话，我们这里选择支付宝它这一家的话只支持支付宝。我们选择这里有个零手续费购买 USDT。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先购买 USDT 有了 USDT 以后，我们再用 USDT 去购买我们需要的一个货币需要去购买我们的加密货币。那我们点击一个零手续购买，这里的话它会显示我们大概一个单价数量，我们需要付的一个钱。它这里有一个提醒，我们在购买成功后1天内的话是无法进行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出手或提币的，但是现金交易以及其他金融交易的话不受影响。这里勾上我已知晓，点击一个确认。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这里的话，这里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商家这上面的话，他给你一些提醒，比如说他必须为本人账号的一个实名转账资金比如说你要什么洗黑钱刷分的话，他发现的话，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告诉你炒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需要理性的一个投资必须进行一个平台的一个实名一致付款也就是说你支付宝付款的姓名必须要和你在刚才 OE 的一个支付宝实名必须是同一个人才行，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放币也不退款不支持红包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里看清楚。你在 OE 的实名认证一定要和你支付宝实名证是同一个人，你才能购买一个成功，不然的他会不放币、不退款、不支持一个红包大家在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他的一个支付宝账号，给他转款。你一定要在你转完款以后，这里再点击一个我已支付。那如果说你没有付款，你点击了我已支付，那你的账号的话有可能会被冻结。接下来我来选择给他转款，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我已支付，我们点一下它，把我们刚才支付宝的一个转账的一个交易证明的话传进来。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边一个确认已付款。这里的话，这里可以你可以看到右边的聊天窗口的话，它会自动把我们的交易截图发送给他。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等待他把这个 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这下面有一个 C to C 的交易须知如果说你没有收到一个数字货币怎么办？那这里的话，你可以通过聊天或者
通话功能的话，与对方这里进行一个联系。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话已经购买成功，那数量的话是13.9个 USDT， 金额的话是100，订单的状态的话变成了一个订单已完成。那买家的话，可能他已经点击了一个发货，我们这里订单的话已经完成，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查看资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购买的一个 USDT 的话，已经在我的资产里面的话。现在的话，因为我刚才这里有个记录，看到没有，13.9，那已经购买成功。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USDT 去购买一个比特币了。交易的账户的话，分为我们的资金账户和一个交易账户。只有在交易账户的类的一个钱，那我们才能进行一个买币。我们点击这里有个资金划转，这里的话选择，比如说我们是 USDT 从资金账户到一个交易账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最大，比如说我是13.9，点击一个确认。现在的话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交易账户，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交易账户的话已经有我们的一个资金了。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资金账户，资金的话已经被划转过来了，已经到我们的交易账户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交易，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交易，这里有个现货，可以轻松买卖数字货币。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比特币的话，你就选这个 BTC； 你要选择一个以太币，你就选这个 ETC。以我们这个买这个 BTC 为例，我们来点一下它。那点进这个表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个比特币的一个实时的一个价格。左上角的话，你一定要确定你买的是这个 BTC USDT， 这个地方一定要确定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个实时价格的话是在60576美金一个比特币，相当于的话就是42万多。让我们往下面拉到这个地方，它的购买方式的话有3种，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现价未托的话，以我们委托的这个价格，比如说填的这个价格，当比特币的价格达到这个价格以后，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买入。当然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市价委托，市价委托的话，以当前这个价格进行一个购买，当前是多少钱实时的是多少钱，它就以实时按这个价格进行一个购买。那如果说你第一次交易的话还不是很熟练，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交易，看到没？交易的话我们往下面拉交易的话这里有个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模拟交易，大家可以先用这个模拟交易的话先来试一下。模拟交易的话，它是一个虚拟的，只是让你先来学习一下这个交易。你模拟完以后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真实的交易。比如说我们来到模拟交易，那我按这种现价委托的方式购买，那我的现价的话，比如说现在是60584美金，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价格，比如说在60573美金的时候进行一个买入。你要买多少数量呢？你右边可以拉，你想买多少？那你可以在后面拉，你想买多少数量的一个比特币，那都可以。下面的话会出现一个对应的一个价格，比如说我想买0.09个比特币，下面的话会出现对应的一个价格。选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买入就可以了。这里有个下单确认，那你确认一下，点击一个确认就可以了。买好以后，我们可以在下面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买入的一个比特币。它还有一种买比特币的方式，就是一个市价委托。市的价委托以当前这个实时价格进行一个买，那你这里可以选以当前市场最优价格下单，选择你要买多少钱的一个比特币。那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想买1706个 USDT 的一个比特币，那你下面的话可以选好以后直接点击一个买入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下确认。买好以后，你可以看到下面，你刚刚买入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均价，还有一个成交委托量，那后面的话都会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显示。怎么样卖出卖出的话也很简单，那你直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卖出，也是以当前市价进行优价。以卖出的话和刚才一样，有现价委托、市价委托。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现价委托，当比特币的价格比如说达到了一个62566的时候，那我就让系统自动帮我卖出。下面的话选择你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数量，比如说我选择0.13个比特币，这里直接点击，这里会显示你卖出以后你会得到多少价格。
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卖出比特币就可以了，点击一下确认。拉到最下面，这里你可以看到你刚才卖出的一个成交的价格，还有一个成交量都会实时显示在下面。那在手机上的操作方式的话，是和我们电脑上的方式和原理的话都是一模一样。在顶部这里有个资产管理，当我们有卖出或有卖出或者买出以后，都可以点击顶部这里有个资产管理，这里有我的资产。那这里面的话会实时显示的你一个资产的一个估值这里会。那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我的资产，那回到我的资产里面，那这里的话就会显示你的一个总的一个资产。那当我们的比特币卖出以后，那你可以在你的交易账户里面的话，会看到一个资产的一个估值。而这个时候，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出金。那也就是先来到我们的交易账户，怎么进行一个出金，把你里面的一个 USDT 变成一个人民币。那来到交易账户，我们点击这里资金划转，我们可以选择从我们的一个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中间这个，从我们的交易账户划转到我们的资金账户，数量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最大，点击一个确认。现在我们的资金我们可以看到交易账户里面就没有钱了，它就会从交易账户同时回到我们的资金账户。当我们的钱回到我们的资金账户以后，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资金转化成人民币呢？转换成我们的一个法币呢？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一样的 C2C 买币。这次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个出售我们刚才是购买了，现在的话我们选择出售。在出售的时候和我们买的时候原理是一样的，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成交率高、单量高的一个商家进行一个卖出。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一家，它的一个成交率在 99.99%， 它的单量的话是228万1752单，我们选择它，我们点击一个出售。方式的话，这里一样的可以选择方式的话，这里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支付宝如果说你想微信你直接在上面筛选一下，和我们刚才的话原理是一样的，和我们购买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点击这里出售，我们这里选择出售，这里填入你要出售的一个多少钱，这里的话你会收到多少人民币。比如说我出售7000个 USDT， 我们就会收到49910人民币。但有些商家的话，他有要求，比如说他的限额的话，最低都需要8万。这里上面选好以后的话，你点击一个零手续费出售 USDT 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刚刚买的一个 USDT 正在处于一个 T+N 的一个安全保护期内，所以的话我们暂时的话没办法出售和提币等到 T+N 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出售就可以了。当然你在出售的时候的话，最低的一个要求数量的话，你看这上面的也有显示，比如说你这里的话最少的话需要410个 USDT， 那你才能进行一个出售。那它有一个最小的一个 USDT 的一个数量，一个价格。这边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币种，你可以看到其他币种的一个 USDT 的一个出售的一个价格，还有一个要求。但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你就选择这个 CNY 就可以了。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加密货币市场充满了机遇，但它同时的话也伴随着风险。在投资之前的话，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一个研究，还有一个风险评估并确保你了解所投资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特点还有风险。那本期的视频的话，就是在普及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些知识，那并非是一些投资的建议，投资需谨慎。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新手，了解一些基础知识还是很有必要。那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那有时间的话我都会尽力回复大家。那本期用到的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进去稍微了解一下。